随着人口高龄化，失智症患者越来越多，全球估计已有5500万人罹患此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失智症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记忆与认知将逐渐流失。更令人忧心的是，以往我们以为失智症是80-90岁长者的疾病，但现在50-60岁就失智的人也不在少数。台湾在2025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据估计，目前全台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已超过35万人，约每12人就有1人正受到失智症的影响。而且专家预期未来20年内这个数字还会持续攀升。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我们更需要警觉那些早期信号，争取宝贵的黄金治疗与预防时间。不少人或许会问，偶尔忘东忘西就是失智症的前兆吗？还是只是一般的老化健忘呢？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过忘记钥匙放哪里，一时想不起某个名字的经验，这多半属于正常的健忘。但正常老化与失智症健忘最大的差别在于，正常的老化健忘是过后能想起来，例如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隔一阵子突然记起来了，或者一时记不得把手机丢在哪，但回想一下路径还是找到。如果是这种事后能回忆起来的情况，大可以放心，这是随着年龄增长常见的现象。然而，失智症的健忘是怎么提醒都想不起来，甚至坚称从未发生。也就是说，当一件事完全从患者脑中消失，即使亲友提醒你昨天讲过这件事，他也可能矢口否认，我根本没说过。这种对话反复却否认遗忘的情形，正是失智症早期最可怕的信号之一。比起普通的忘东忘西，患者连被提醒后都毫无印象，还坚持事情不曾发生，这绝非正常老化。医师提醒，如果长辈反复问同样的问题，忘记刚发生的事，甚至否认先前说过的话，就要高度怀疑是失智症在作祟。许多家属往往在这种时候才惊觉，糟了，他不是单纯健忘而已。其实，失智症的早期征兆不仅只有记忆变差，我们整理出失智症5大恐怖前兆，许多症状在疾病初期就可能出现，只是常被忽略。一旦察觉家人有这些异常迹象，就应尽早就医评估。现在，我们就深入探讨失智5大前兆，并看看每一项迹象背后到底代表大脑出了什么问题。前兆1，短期记忆严重受损，忘了还坚决不承认。这一点其实刚刚提到的，就是失智症早期最典型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患者对刚发生的事毫无印象，于是出现2种情况：一是反复说重复的话，提相同的问题，例如5分钟前问过饭煮了没，转头又再问一次，而且一天内会重复好几次。二是如前所述，忘记自己说过的话，反过来指责提醒他的人记错。举个例子，妈妈刚交代完要儿子帮忙买东西，过半小时儿子问他细节，他却生气地说，我从来没让你买过这个，甚至怀疑家人是不是胡乱编造。这种对近期发生过的事完全失忆的状况，已远超过一般健忘范围。通常患者的大脑海马回负责记忆形成的区域可能已开始萎缩受损，所以新的信息无法录入长期记忆。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扫描常见海马体体积减少，意味着大脑记忆中枢正逐渐凋零。更可怕的是，患者往往对自己的健忘毫无自觉，缺乏病识感，才会出现否认和怪罪他人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家人，许多照顾者身心俱疲，不仅事情一再重复，还可能无端挨骂。然而，正是这种短期记忆严重缺失、否认现实的表现，提醒我们病变正在悄悄发生。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不想戳破，而任由状况持续恶化。前兆2，语言能力退化，开始讲不出话。这里的讲不出话，不是指声带问题，而是大脑语言中枢出了状况。早期失智症患者常常话在嘴边，却喊不出正确名字。你会发现他说话时用词变得奇怪，例如拿着牙刷却说不出牙刷2字，只能支吾以对。这个你知道啦，就是刷牙的那个。他可能越来越依赖那个、这类代名词来表达，因为脑海中的词汇在流失。甚至有长辈突然叫不出亲近亲友的名字，
只用小妹那谁来代替。有些患者会用比较笨拙的描述来替代原本精准的词汇，比方说原本擅长烹饪的人突然忘了汆烫这个词，改口成用热水煮一下，资深编辑忘记校对这种专业术语，改说检查文章的错误。这些词汇遗忘的现象在医学上称为失语症状的一部分，也是失智症可能的早期讯号。随着语言能力退化，患者表达会越来越简短含糊，甚至逐渐沉默寡言。有时家人误以为长辈重听了，因为跟他说话老没反应，但其实可能是他听得见却听不懂，大脑理解语言的能力下降，导致对复杂的句子反应变慢或茫然不知所云。当您发现家中长辈开始讲话变少，用词不精确，甚至经常停止交谈，千万别只是以为他年纪大懒得说话，有可能是失智症在语言区的早期表现。语言能力的改变往往较细微隐晦，我们需要特别留意那些平日话多的长辈何以变得沉默，或是一向口齿伶俐的人开始找词不着，表达吃力。这些都是大脑语言中枢受损的红灯，无论男女都可能出现。前兆3，视觉与空间感出现障碍，熟悉环境变得陌生。另一个失智早期常见却容易忽略的征兆是空间定位能力的下降。患者可能走在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街坊，却突然迷路，不知道怎么回家。他可能开着车去常去的市场，结果绕来绕去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在熟悉环境中迷失方向的情形非常值得警觉。早期阿兹海默症患者有时第一次就诊的原因正是走失，家人可能报警说长辈下午出门散步，结果晚上还没回来，最后被找到时，人站在离家很远的街头不知所措。除了方向感变差，他们对空间的理解和辨识也出问题。例如，看见楼梯时判断不出哪一阶是平面，哪一阶是台阶，走路容易失足，或者拿着遥控器对着微波炉按，因为一时间错认了物品。更奇怪的是，他们可能认不出原本熟悉的事物。举例来说，家里新换了一张红色沙发，往常他应该知道沙发是拿来坐的，可是如今却视而不见，甚至怀疑客厅怎么凭空多了一个东西。类似的，部分患者早期会出现视觉错觉或幻觉，看到墙角挂的外套以为是有人影，或者把地上的影子当成洞，不敢跨过去。这些现象都是脑中处理视觉与空间的区域受损所致。当大脑无法正确解读眼睛看到的信息，世界就变得混乱陌生，记不得回家的路，出门常常迷路，甚至在家里也搞不清楚方向。这些都属于失智症的早期警讯。如果长辈频频发生找不到回家方向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怪他粗心，这可能不是方向感不好那么简单，而是脑内导航系统出问题了。前兆是判断力变差，无法应付日常问题。还记得以前爸妈怎样精明持家，处理生活琐事吗？如果有一天您发现他们连简单的账单都算不清，经常忘记缴费，甚至容易被诈骗集团三言两语就骗走钱财，这些都可能是大脑执行功能退化的表现。失智症患者在早期就丧失一些推理和判断能力，面对稍微复杂的情境，他们会显得不知所措。例如，瓦斯炉上的汤滚出来了，他可能愣着不知道要关火。家里灯泡坏掉，他拿着新的灯泡却想不出要找椅子垫高来换。有位照顾者分享，他父亲某天突然不会使用家里用了20年的微波炉，只因为面板贴了一张新标签，他就被干扰得不会操作，无法解决熟悉的日常问题，代表大脑的额叶功能在退化。额叶掌管我们的执行能力，包括计划、组织、判断、决策等。一旦受损，患者做事情就变得杂乱无章，犹豫不决。举例来说，煮菜时不知道先热锅还是先洗菜，顺序混乱导致菜没煮熟就下桌。出门买东西，一张清单在手却看不懂顺序而漏买，甚至穿衣服也可能出错，把衣服前后穿反或次序搞乱。更危险的是，他们对潜在的风险感知下降，所以容易在红灯时就贸然穿越马路，或在诈骗电话中将个资和存款通通摊给对方。曾有70多岁的阿嬷，平时节俭谨慎，可某天接到陌生电话，居然按照对方指示把银行存款汇了出去。事后儿女问起，
他也说不清为何当时就相信对方。这种判断力的大幅下滑，并非个性改变那么简单，而是失智带来的认知症状。如果您发现长辈最近做事常出错，无法应付稍复杂的任务，千万别以为他只是老糊涂，不小心极可能是脑部病变导致思考能力下降。现代生活复杂多变，当一个长辈开始难以跟上生活步调时，就需要考虑认知功能检查了。前兆5，个性改变，情绪反常或行为失序。脑部退化不仅影响认知，也会改变一个人的脾气和人格。有些长辈本来和蔼可亲，却在近年变得暴躁易怒、疑神疑鬼，或者原本开朗积极的人逐渐变得冷淡、被动、退缩，不爱见人。这些个性上的巨大转变，可能是失智症初期的重要线索。例如，阿兹海默症患者常会出现妄想与偏执，怀疑老伴偷拿自己的钱，觉得邻居对他图谋不轨，甚至每天提心吊胆把门窗锁好，却忘了锁过没，又无限重复那种不安全感。这其实是记忆缺损引起的不信任感，因为忘记钱自己藏在哪，就怀疑别人偷。同时，大脑额叶受损也让他们自我控制力下降，于是情绪很难稳定，容易为小事暴怒或烦躁不安。另一边，有些患者则出现冷漠淡漠的倾向，他对以前热爱的嗜好忽然完全失去兴趣，天天茫茫然坐着发呆，不想跟人互动，也懒得参加社交活动，家人逗他，带他出去走走，都提不起他的劲。这种异常的冷漠在医学上称为漠然症，也是失智早期可能出现的症状。有的时候，家属甚至会误以为长辈得了忧郁症，因为他实在太沉默，闷闷不乐。但仔细观察，可能还有记忆、判断等问题一并存在，综合起来才发现是失智症作怪。除此之外，一些怪异行为也值得注意，比如在公共场合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有人会在大庭广众下突然脱裤子小便，或是当众摸别人的身体，彷佛失去社会礼仪的约束。这其实是因为大脑额叶的行为抑制功能坏掉了，原本知道的规矩都抛诸脑后。有些前额叶失智、额颞叶型失智症患者甚至比典型阿兹海默症更早出现人格行为的改变，变得贪吃、说话没有分寸、行为幼稚怪诞。总之，当您发现亲近的长者性情大变，无论是变得古怪暴怒，还是变得冷漠退缩，都要考虑是不是脑部健康出了问题。特别是这种改变在短短1-2年内发生，很可能不是单纯心情问题，而是失智症的警钟。以上我们列举了失智症的5大早期前兆：记忆严重衰退，并否认遗忘，语言表达困难，视空间能力障碍，判断力下降，以及人格情绪改变。当然，每个患者的症状组合不尽相同，有的人以记忆缺失为首发，有的人先出现判断不佳或个性突变。然而，只要上述迹象反复出现且愈来愈明显，绝非正常老化可解释。这时候一定要尽早带长辈去神经科或身心科做失智评估，早期诊断能让患者及早接受治疗，延缓恶化，也让家属有时间规划照护因应。许多人因为害怕确诊而逃避就医，但要知道失智症不像感冒自己会好，它只会在黑暗中步步进逼。我们与其坐等问题变大，不如掌握先机，及早面对，及早治疗，才能争取更多清醒美好的时光。了解了这些恐怖前兆，我们还需要关注另一个问题：谁比较容易提早失智？为什么有的人到了80-90岁思路清晰，有的人却50多岁就出现明显的失智症状？医师指出，有3种族群是特别高风险，可能绝对提早发病，也就是较常在65岁之前就罹患失智症。我们以下逐一说明，看看您或家人是否属于其中，需要提前防范。第一种人，血糖偏高或患有糖尿病的人，这类人可说是失智症的头号高危族群。您可能想象不到，高血糖和大脑退化竟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美国科学家早在2013年就发表研究，追踪2000多名长者，发现就算没有糖尿病，只要血糖值比正常稍高，失智风险就明显升高。换句话说，糖尿病前期就足以伤脑。更惊人的研究指出，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罹患失智症，特别是血管性失智的几率，
比血糖正常者高出5成以上。由此可知，以往我们以为血糖介于正常与糖尿病之间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大脑伤害可能已悄然开始了。不仅如此，医师们甚至将阿兹海默症戏称为第3型糖尿病，亦即血糖代谢失衡在阿兹海默症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长期高血糖会经由2条路径损害大脑，其一，破坏脑部血管，诱发中风、小血管病变，造成记忆力与判断力衰退，这导致血管性失智症。其二，直接伤害脑神经细胞，加速神经退化，促成退化性失智症。这2种机制像双面夹击，让脑组织逐步受损。医学检查发现，糖尿病前期的人脑部已有微小异常，他们的大脑白质病变比常人高，负责记忆的海马回体极也略为缩小。这些都和阿兹海默症初期患者的脑部变化类似，可见高血糖带来的影响，不等到糖尿病确诊就已经在侵蚀脑袋。另外，糖尿病本身更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因子。一项大型分析显示，假如一个人在50岁前就被诊断出第2型糖尿病，他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是70岁以后才得糖尿病者的将近2倍。因此，年轻就糖代谢异常的人，大脑退化往往也提早报到。目前，医学界毫不怀疑糖尿病与失智症的关联性。统计指出，糖尿病患者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1.5 到2倍。而且糖尿病常伴随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等问题，这些又会进一步推高失智风险。简单来说，血糖控制的越差，脑袋退化的越早。因此，如果您或家人有糖尿病或前期血糖偏高，一定要特别当心，千万别觉得血糖高一点没关系。预防失智要从控制血糖做起，透过饮食调整、规律运动、按时服药，我们可以把血糖维持在正常范围，减少对大脑的伤害。别忘了，糖尿病伤的不只是眼睛、肾脏和心脏，还有我们的脑。请把护脑就是护血糖牢记在心。第2种人，有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的人。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对脑部健康而言也是个阴险的威胁。当血压长期居高不下，血液猛烈冲击血管，脑内细小血管就容易受损、阻塞。脑中的微血管一旦堵塞，就像脑细胞的灌溉系统出问题，结果是脑细胞慢慢死亡。这种由高血压引起的脑部损伤累积久了，会表现为脑部白质病变。影像学上看到许多白点，代表脑组织缺血退化。患者可能尚未明显中风，但脑力已在下降，记忆力变差，判断含思考变慢，这就是血管性失智症开始的征兆。另外，高血压还可能直接导致中风。大范围中风发生在关键脑区时，人会突然出现明显的失智症状。但即使是小中风发生在大脑深处的话，也会破坏控制记忆或执行功能的回路。许多长者在 MRI 扫描中发现多处陈旧性的小中风病灶，他们往往也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因此，中年开始就控制好血压，是预防失智的关键。据研究估计，中年高血压若能妥善治疗，可预防相当大比例的晚年失智病例。反之，若放任血压高，失智症可能提前来敲门。值得一提的是，高血压和糖尿病常常形影不离，所谓三高，让身体雪上加霜，对脑袋当然也是雪上加霜。一份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上的报告指出，控制12项危险因子能预防将近40%的失智症病例，其中就包括血压、糖尿病等心血管因子。这里头，高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高血压的人务必规律监测，遵医嘱吃药，千万别不当一回事。不要小看每天吃的一颗降压药，它不只是在保护您的心脏和肾脏，也是在默默守护您的大脑。有研究甚至发现，服用某些降血压药的老年人，日后失智风险较没吃药的人低，可见积极控压对维持脑功能相当有益。除了药物，也建议改善生活形态，减盐饮食，多运动，疏解压力，这些都有助维持血压稳定，等于为预防失智再加一把锁。第3种人，肾脏功能不佳，尤其已经慢性肾衰竭的人，这点可能出乎不少人意料。脑和肾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为什么肾不好会导致失智提早上门？然而，医学研究的确发现，肾脏健康和大脑健康息息相关。肾脏的功能是帮助身体滤除毒素，维持内环境稳定。如果肾功能长期不良，代谢废物和毒素在体内累积，不仅伤害身体其他器官，对大脑也有不良影响。最常见的是肾病患者容易并发动脉硬化、高血压、贫血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脑部供血和神经传导。另外，科学家推测，慢性肾脏病患者血液中某些尿毒素可能直接损伤脑细胞，加速神经退化。根据台湾的调查，慢性肾脏病患罹患失智症的比例高达近30%，而且肾功能愈差，例如进入肾脏病第5期，需要洗肾的阶段，发生失智的风险就愈高。其中多数是属于血管型失智症，原因正如前述，高血压、动脉硬化等在肾病患身上特别普遍。举例来说，一位80岁老人因肾衰竭洗肾多年，却发现记忆力和思考能力也明显比同龄人衰退，这并非巧合。临床医师指出，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下降等认知问题，比一般人更早出现失智症状。因此，肾不好的人确实比较容易失智，而糖尿病、高血压又是肾病的重要成因。所以这3种危险族群其实环环相扣。总而言之，如果您有慢性肾脏病，尤其肾功能已明显下降，一定要同时顾好脑子，稳定病情，积极护肾，就是在保护您的认知能力。此外，千万留意肾病带来的贫血、电解质失衡等问题，这些也会让人思绪变得迟钝。一些肾友分享，当贫血严重时，特别觉得脑筋糊成一团，治疗后情况改善，可见维持全身代谢正常，脑袋才会清楚。对有肾病的朋友，我们更要强调心血管控制与生活保健的重要，才能避免脑部过早老化。介绍完这3类人群，高血糖、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慢性肾病患者，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点，这些状况大多与生活形态病有关，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文明病。代谢症候群、血糖、血压、肾脏其实牵动着全身健康，脑子作为耗能最高的器官更容易受到影响。因此，有上述健康问题的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更应比一般人提早介入预防措施。举个实际的例子，如果一个50岁的人有10年以上糖尿病病史，又未妥善控制，同时血压也偏高，那么他极有可能在60出头就出现认知功能的明显下降，比没有这些慢病的人提早很多步入失智。因此，我们说这3种人一定要绝对提早做好准备，因为失智症也许很早就虎视眈眈地盯上他们了。听到这里，也许大家感到有些沉重与不安，不过千万别以为得了上述慢性病就注定会失智。事实上，透过正确的预防策略，我们的大脑有机会远离失智，甚至逆转风险。科学研究证实，健康的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可以大幅降低认知退化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3大超级食物。据说，只要牢牢抓住它们，就能为大脑打造一道强力防线。某资深名医特别推荐了3种必吃的食物，不仅能提供丰富的护脑营养，还获研究证实真的能降低失智症发病率。究竟是哪3样呢？让我们一一揭晓。超级食物1：鸡蛋。没错，就是每天早餐常见的鸡蛋。许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惊讶，鸡蛋不是胆固醇高吗？怎么反而对大脑有益？其实，鸡蛋内含的营养素对脑袋好处多多。首先，蛋黄富含胆碱卵磷脂的一种，这是大脑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的原料。乙烯胆碱与记忆力息息相关，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脑中正是缺乏这种物质，因此多摄取胆碱有助于维持记忆力，而鸡蛋堪称胆碱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此外，鸡蛋还富含维生素 B 群，如 B12 和抗氧化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等，这些都被证实对大脑健康有益。例如，维生素 B12 缺乏容易造成记忆障碍，补充足够有助减少脑部萎缩。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过去常被视为保护眼睛，但其实也存在于大脑中，有抗发炎、保护神经的作用。
难怪营养专家称鸡蛋是护脑宝库。最近就有研究刊登在营养学权威期刊，追踪1000位老人的饮食习惯，发现每周吃1颗以上鸡蛋的长者，罹患失智症，尤其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显著降低。有吃蛋的人相较几乎不吃的人，发生失智的风险约莫降低了4至5成之多。这项消息一出，让大家对鸡蛋刮目相看。过去大家担心胆固醇问题而不敢吃蛋，但新观念认为，对一般人来说，每日1颗蛋是安全无虞的，重点反而在于它提供的养分。当然，任何食物都要适量，如果本身有严重高血脂或对蛋过敏，还是要遵医嘱调整。但总的来说，鸡蛋是简单又平价的脑部营养来源，每天早餐来颗水煮蛋或料理中加入蛋都是聪明之选，特别是蛋黄千万别丢，那可是精华所在。现在想想，很多长寿又头脑灵光的老人家，往往早餐就爱来颗荷包蛋配牛奶，这或许不是巧合。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为自己的大脑准备一颗营养丰富的蛋吧。超级食物2：咖啡。早晨一杯香醇的咖啡，不仅提神醒脑，更可能是在唤醒您的脑细胞。关于咖啡防失智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令人振奋。2021年，有一项长达43年的超级研究，追踪了超过10万人的饮食，结果发现长期适量喝咖啡的人，失智症风险比几乎不喝咖啡的人低约2成。每天以1至2杯咖啡为宜，这样的人群认知表现较佳，失智几率较低。为什么咖啡有这魔力？归功于里头的咖啡因和多酚类抗氧化物。咖啡因是中枢神经兴奋剂，适量摄取能提升专注力与记忆力，甚至研究显示，咖啡因可以减少大脑中贝塔类淀粉蛋白的累积，阿兹海默症的主要致病蛋白。换句话说，咖啡中的有效成分可能在默默清除脑内垃圾。另外，咖啡富含的多酚芦绿原酸具有抗氧化、抗发炎作用，也被认为对保护脑血管、减少神经发炎很有帮助。难怪流行病学研究一再指出，喝咖啡与降低失智风险有关。不仅一般失智，连帕金森症等神经退化疾病，咖啡也被认为有预防效果。在一些爱喝咖啡的国家，如欧美长辈们经常把咖啡视为每日保健饮料。而在日本也有研究发现，每天来杯咖啡能有效降低血管性失智的发病率。当然，我们强调适量，每天1到2杯是黄金剂量，过犹不及。摄取过多咖啡因反而会引起失眠、心悸，长期失眠对大脑可不好，就违背初衷了。如果您平时不喝咖啡，也不必勉强自己，可以用茶来替代，因为茶也含有咖啡因和儿茶素等有益成分。事实上，有项针对30多万人的研究显示，同时喝咖啡又喝茶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最低，推测两者有协同效果。但对于不习惯咖啡因的人，每天1杯绿茶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下个段落就要谈到绿茶，不过在此先提醒，咖啡最好不要加太多糖和奶精，否则摄取过量糖分、油脂会抵消咖啡本身的益处。建议喝轻咖或少糖少奶，才能发挥真正的健脑功效。所以早上享用咖啡时，不妨想想，您不只是为了提神，还是在为将来的自己储蓄脑力呢？超级食物3：绿茶。中国自古就把茶视作健身益寿的圣品，而现代科学也证实，常喝绿茶的大脑老化的较慢。绿茶富含多酚类抗氧化剂，如儿茶素、茶氨酸以及适量的咖啡因，这些成分联合起来，对神经细胞有保护作用。一项由日本与澳洲合作的大型研究发现，每天喝3杯约600毫升绿茶的人，失智症的风险比不喝茶的人要低很多。甚至有细项研究指出，每天至少喝2杯绿茶的人，未来出现认知障碍的几率减少了5成以上，这是非常惊人的数据。究其原因，归功于绿茶的抗氧化、抗发炎效应，它可以减少脑细胞受到自由基的伤害，同时促进脑部代谢废物的清除。绿茶中的儿茶素还被发现能抑制脑中贝塔类淀粉蛋白的聚集，这和咖啡因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绿茶的茶氨酸是一种独特的氨基酸，有助于放松心情、降低压力。
慢性压力和焦虑对脑部有负担，长期而言可能影响记忆。因此，茶氨酸的舒缓效果也间接利于认知功能。当然，喝茶也讲究适度。前面提到的研究建议，每日3杯左右已足够。过量喝茶同样可能导致咖啡因摄取过多，影响睡眠。另外，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调整，例如有贫血的人不要饭后马上喝浓茶，以免妨碍铁质吸收。总的来说，将绿茶纳入日常是简单可行的护脑策略。上午来杯温热的煎茶，下午泡壶清香的绿茶，不仅提神清脑，也让心境平和。一些长寿村老人家的共同习惯之一，就是每天喝茶，从不间断。茶文化在东方源远流长，如今我们更明白其中蕴含的健康奥秘。一杯小小的绿茶里头包含着守护记忆的大能量。所以，无论您爱龙井、煎茶还是抹茶，请继续保持喝茶的习惯。如果平时不常喝，不妨现在开始培养，一点一滴为自己的未来脑健康做投资。介绍完这3大超级食物，鸡蛋、咖啡、绿茶，您是否已经跃跃欲试，要把它们列入菜单了呢？值得一提的是，这3样并非唯一对大脑有益的食物，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均衡的地中海型饮食或 MIND 饮食，专为护脑设计的饮食模式。比如深绿色蔬菜、各色蔬果、坚果、全谷杂粮，富含 Omega-3 的鱼类、橄榄油等等，都是脑部喜欢的食物。我们强调鸡蛋、咖啡、绿茶，只是因为它们特别方便取得，且证据明确，作为日常重点来推荐。但您若能整体遵循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油炸加工食物为少的健康饮食，那对预防失智的效果将更加显著。研究显示，严格遵守 MIND 饮食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达 53% 之多，哪怕中等程度遵守也能降低约 35%， 可见饮食对脑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脑部想象成一部高级跑车，好的燃料和保养才能让它行驶得又稳又远。垃圾食物、高油高糖饮食则像劣质燃料，只会让引擎积碳、生锈，最后抛锚。因此，守护大脑从餐桌开始绝非夸大支持，今天就开始，每一餐多给自己和家人一些脑爱吃的食物吧。除了饮食，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几点：健康生活方式有助于远离失智的超级地雷，保持运动习惯是关键之一。规律运动能促进脑部血液循环，还能刺激分泌一种被称为大脑冲动因子 BDNF 的物质，有助神经新生。有研究提到，每天快走4000步，大脑就像施了肥，神经生长因子明显增加。再来，充足睡眠不可少，睡眠中大脑会清除废物，包括与失智相关的毒蛋白。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垃圾累积会加速脑退化。还有，用脑社交也很重要，保持学习新事物，参与社交活动，能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哪怕病变开始了，较高的储备也能让功能下降速度变慢。最后，戒烟限酒绝对有益。吸烟会造成脑部血管硬化、缺氧，加速老化，而酗酒更是直接毒害神经细胞。这两者都是失智症的风险因子，能避则避。综合各种研究，专家估计，如果人人从中年开始就改善生活习惯，全球将有数百万失智病例可以避免或至少延后发生。听起来是不是很鼓舞人心？也就是说，失智症不完全是命中注定，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来影响它。今天开始养成健康习惯，永远不嫌晚。我们为了未来的自己，现在就开始储蓄脑本吧。也许有人会问，万一该来的还是来了呢？有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失智症？近年来确实有一些新药陆续问世，例如单株抗体药物被批准用于阿兹海默症，号称可以清除脑内的有毒蛋白沉积。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度乐观，目前的药物只能略微延缓病程进展，无法根治，而且可能带来相当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前年通过的新药，就有患者出现脑水肿、脑出血等副作用，甚至导致死亡。因此，专家形容这类药物像一把双面刃，在希望中也潜藏风险。医师坦言，目前对抗阿兹海默症的新药价格昂贵，疗效有限，
还需要接受更多观察，而预防仍然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与其坐等得病后花大钱尝试新药，不如现在就投入预防的行列。我们前面谈到的均衡饮食、运动、控制慢性病等，不仅能降低失智风险，也有益于全身健康，一举多得。所以千万不要丧气说得失智症只能认命。不，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早期发现、早期介入，加上健康生活，完全可能让许多人带着清醒的头脑活到老。最后，我想用一个比喻做结尾。我们每个人的大脑好比一座硬盘，储存着一生的回忆与智慧。然而，岁月的病毒和磨损可能侵袭这座硬盘，让资料逐渐遗失。如果失智症是场无声的入侵，我们能做的就是提早发现黑客的踪迹，并加装防毒软件含防火墙。那5大恐怖前兆就是黑客入侵的蛛丝马迹，一旦看见，就要立刻行动，寻求专业协助。而控制血糖血压、照顾肾脏，还有摄取超级食物和健康生活，则是我们建立的坚固防火墙，减少大脑被攻破的几率。或许我们无法100%避免失智症的发生，但我们绝对可以把胜率往上提高，把风险往下降，延长脑力在线的时间。请记住，预防失智其实从每一天的细节做起。今天的每一个选择，吃什么、动一动、早睡点，都是在为未来累积资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关注长辈和自己的大脑健康，别害怕面对失智症，相反地，把它当成我们努力维持健康的新动力。希望多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依然能记得彼此，记得那些珍贵的回忆，而不是被遗忘在记忆的角落。守护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爱与人生的证据。祝福大家都能远离失智的阴霾，拥有清晰充实的美好人生。让我们一起朝着没有遗忘的未来迈进。